这2年，大家都在说赤马红羊节，很多人听了之后，心里都难免会咯噔一下，有点慌，会忍不住想，这个听起来挺吓人的节，会不会就落到我自己的头上？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担心？今天呢，我就与你分享一个避祸大法，不但适用于赤马红羊这2年，可以说它适用于我们的一生。只要我们学会藏，就能躲开所有的灾祸。1. 藏富，有钱别四处招摇。也许你会想，我没有炫耀，我只是分享我的真实生活，这有什么错啊？这种想法叫不谙人性，也叫不识时务。在风平浪静的丰年，你的分享是风景，但在人心浮躁的灾年，你的风景就是一把插在别人心口的尖刀。你觉得自己显露的是真实生活，可在那些过得很难，在悬崖边上挣扎的人看来，你就是在无情地伤害他，提醒他有多失败。这2年，有很多人过得极其不如意，生意失败，家庭失和，身心俱疲，他们心里早就憋着一团火，这团火就是一桶已经打开盖子的火药。你那些看起来无心的豪车、名表、奢华旅行的照片，就是一颗颗扔过去的火星，一旦触发了仇恨的机关，引爆了别人积压的嫉妒和怨气，那股黑色的能量就会像复古之居一样缠上你。这不是心理作用，而是一种真实的物理反应。那股怨气会污染你的磁场，侵蚀你的福报。你以为只是发了个朋友圈，实际上是在为你安稳的生活开了一个往下漏福气的口子。所以藏富不是让你变得吝啬，而是让你关上消耗自身福报的阀门，是保护你辛苦积累的能量不被无端耗损。你的福气经不起这样的招摇和显摆。藏话，事以密成，语以谢败。少说话，就能少惹很多麻烦。可能又有人会问，我就喜欢热闹，和朋友聊聊天，说说八卦，不是人之常情吗？至于这么上纲上线，这叫拿自己的能量不当回事。你以为的人之常情，在能量法则里其实是自寻死路。你的嘴巴是你能量场最重要的出口之一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消耗你的元气，尤其是那些是非对错、张家长李家短的八卦，更是如同高利贷，让你用宝贵的精气神去换取一文不值的精神垃圾。你要看清楚，那个兴致勃勃跑来与你讲八卦的人，他真的未必安了什么好心。他就像一个能量吸血鬼，自己内心空虚、焦躁，需要靠外界的狗血剧情来填充。他把是非的垃圾倒给你，引发你的情绪波动，不论是惊讶、鄙夷还是兴奋，你的心一动，能量就出去了，而他则在你的能量消耗中获得了片刻的满足。你成了他的精神充电宝，自己却变得越来越虚弱。只有让你上台演讲的时候，你可以尽情释放你的智慧与光芒，其他时间请闭上你的嘴巴。
这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孤僻的人，而是让你学会珍惜自己的能量。当你的话变少了，你的心就静了，你的观察力会变得敏锐，你的气场会变得厚重、安稳。那时候你再说出来的话，才会字字千金，充满力量。三、藏锋，你的智慧和能力是你安身立命的宝剑，但平日里要把它好好的藏在剑鞘里，保护好。这时候，那些有才华、有抱负的年轻人可能会不服气，我有能力，为什么不展现出来，不表现自己？领导怎么看得到？机会又怎么会来？这种想法叫错把锋芒当本事，错把莽撞当勇敢。一棵树，在它还是树苗的时候，最需要的是安安静静地往下扎根。如果它刚长出几片叶子，就急着要和旁边的大树比高，结果只会被风轻易吹倒，或者被路过的人随手折断。这就是《易经》里讲的潜龙勿用。在你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根基福报、德行、人脉、资历去支撑你的才华时，过早的展露锋芒，就是在邀请别人来摧毁你。你以为你的才华会为你赢得机会，但在嫉妒你的人眼里，你的才华就是眼中钉，在想利用你的人眼里，你的才华就是可以被压榨的廉价工具，在你上级眼里，你那藏不住的锋芒甚至是一种威胁。你还没来得及成长为一条真正的龙，就因为过早的亮剑，被各方势力提前围剿，绊倒在起跑线上。你的才华就如同一块充满电的蓄电池，平时总拿出来炫耀，就等于一直开着手电筒，白白消耗电量。等你真正走到一片漆黑、急需光明的时候，才发现电池已经空了。所以，藏锋不是让你变得平庸，而是让你在沉默中积蓄雷霆万钧的力量，把日常的精力都用在精进自己上。等到真正属于你的那个关键时刻，该你亮剑的时候，你再一鸣惊人，那一声剑鸣才足以划破长空。定鼎乾坤，藏形藏形。你在做什么？你未来的规划，不要让太多的人知道。你可能会觉得委屈，为什么我不能和朋友分享我的梦想？我希望得到他们的祝福和支持。你要明白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几个人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的。即使是你的亲人朋友，他们的祝福里也常常夹杂着自己未曾实现的投射，无意识的嫉妒和基于他们自己认知局限的担忧。一个计划在它最开始的时候，就像一颗刚刚萌芽的种子，能量最是微弱。你把它告诉10个人，就会有10种不同的念头能量缠绕上来。有人怀疑，这能成吗？他的怀疑就是一股阻碍的能量。有人嫉妒，凭什么他能做？他的嫉妒就是一股拉扯的能量。有人善意提醒，这个风险太大了，他的恐惧就是一股让你退缩的能量。这些纷乱的念头会像无数根看不见的线，捆绑住你那颗脆弱的幼苗，让你的初心动摇。
让你的能量耗散，最后计划多半会无疾而终。这并不是什么玄学，一个宏大的计划需要高度集中的心力去孕育。你把这件事藏在心里，自己默默耕耘，所有的心力都灌注在这颗种子上，它才能得到最纯粹的滋生。所以少对外说，多埋头做，不要去人太多的地方。这句话有两层含义，一层是物理上的，人多嘴杂，气场混乱，容易沾染不干净的能量；另一层是精神上的，不要让自己的心活在太多人的眼光和评价里。你需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宁静的精神世界。当你能行走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你会发现前所未有的自在和强大。赤马红羊，离火大运，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，更是一次集中的业力结算。有些人会被这股时代的洪流淘汰掉，但真正的修行者会把这场考验看作成一次加速心灵进化的绝佳机会。好好修行，学会这个藏的心法，你就能守住自己的能量，安然度过风浪，顺利过关。当千万颗渴望安宁与智慧的心共同发出同一个正念时，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集体能量场。这个能量场如同一个温柔而坚固的结界，反过来会加持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请在评论区郑重地打下这句心法口诀：静水流深，藏福于己。当你打下这8个字，这不仅仅是一句评论，这是一次深刻的能量宣告，是你为自己混乱的磁场按下一键清理的按钮。你是在向自己的潜意识下达指令，从此刻起，停止无谓的消耗，关闭所有能量泄露的端口，将宝贵的福报和精力收藏于自己生命的深处，让你的内在如一口深井，无论外界如何干旱炎热，你的生命之水永远清凉充盈，源源不绝。周易有云：君子藏气于身，待时而动，智者语迟，慧者藏风。中年以后，人生下半场，最智慧的活法是懂得藏，看淡得失，看重自己。不需要太多的社交和喧闹，我们需要的是安静和独处，不被外界打扰，保持低调清醒，愉悦自己。年轻的时候喜欢热闹，喜欢交很多朋友，可是无论我们交了多少朋友，关系有多好，大多数人都是生命的过客。可有可无的关系是对能量场的一种消耗，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。人到中年以后，生活的重心不应该再是外面的热闹和喧哗，而应该是内心的安宁和自在，以及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的温暖。少晒朋友圈，朋友圈都是给别人看的生活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3天可见，聪明人已悄然隐身，不晒自己，也懒得去看别人。莫言说，你看到的所有人其实都是在演戏，为了混口饭吃而已，本质上和动物没有太大区别。没必要窥视朋友圈别人的生活，
而高估了别人或低估了自己。少晒幸福，嫉妒是人性里最大的恶，嫉妒是暗处的真。一个思维层次低的人，他们能生存的能力来源于和身边人的对比所产生的。如果身边的人过得比自己好，容易激活内心阴暗的部分，将这阴暗的部分投射到你身上，对自己没有好处。少晒自己的逆境。人世间的悲喜本就各个不相同，你的伤痛在他人眼中也许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，不要对别人存在太多期待。我们总想找到能为自己分担痛苦和悲伤的人，可大多时候，那些惊天动地的伤痛，在别人眼里不过是随手拂过的尘。成年人的孤独就是悲喜自度，而这也是我们难得的自由。藏住话，水深则流缓，语迟则人贵。群处守嘴，君子慎独。不要在人群中八卦别人的难处，不要处处炫耀自己生活的有多好，更不要见人就抱怨，随意倾诉自己的隐私。懂得一语成谶的力量，认知不合少言语，三观不合免开口。不要总想着改变掰正别人的看法，或急于自证。藏住了话，就保全了自己的能量场。藏情绪，真正厉害的人懂得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才能控制自己的人生。不要发火，不要偏激，更不要说伤人的话。不要在人前暴露你的软肋，可以独自寻找适合自己的宣泄方式来宣泄情绪。例如去大自然对着一棵大树倾诉，这些都是瞬间恢复能量的非常好的方式。面对否定和挑衅，沉默才是最高的轻蔑。沉默比回应更有力，冷淡比激动更能掌控局面。藏本事，道德经讲，上善若水，理万物而不争。这里讲的就是一种气度，一种格局。人的优越感往往来自于浅薄，就像狂妄来自于无知。当一个人真正打开视野，见天地，见众生之后，他就懂得了自己的渺小，也就放下了身份感，真正学会了尊重，不会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和贬低别人，而是懂得谦逊地尊重别人。这让我想起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：我只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原来真正的智慧就是承认自己没有智慧，谦虚地接受自己的短板。藏心事，藏住自卑心，别再盲目慕强。所谓的祛魅，是指你对某人某事怀有不切实际的、超出本质以外的尊重与敬仰。归根结底，还是要去提升自己的认知，看清楚事物的本质，理性客观地看待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儿。藏住虚荣心，克制住炫耀欲，别耍那些急于出风头的小聪明。萨特说，他人即地狱，太在意他人的凝视，只会愈发让自己脆弱无力。藏住消极心，寒冬之后，有人见枝头嫩芽，满是希望；有人见残雪寒意，尽是萧瑟。身处至暗时刻，更要相信
这是逆风飞扬的前奏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。请笃定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，藏好心事，默默沉淀，得知我幸我珍惜，失之我命我翻篇。无法改变的事绝不纠缠，与你无关的人和事绝不靠近。不想做的事情，讨好别人的事情，委屈自己的事情都不去做。我真的觉得一个人特别高级的人生状态，就是当别人提起你时，觉得你是个淡人，却也是个狠人，怎么也看不透你的淡然底下藏着的星辰大海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误解，藏事不是就是变得懦弱、退缩、消极避世。如果人人都藏起来，那社会还如何进步？这又是对藏字的表层理解。真正的藏，并非恐惧，而是一种高度的智慧与自信。它不是老鼠躲在洞里的瑟瑟发抖，而是猛虎卧于深山的蓄势待发。我们来从更深的层面拆解一下，藏的背后到底是什么？佛法讲，人有三毒，曰贪、嗔、痴，这是我们一切痛苦和业力的根源。而藏富、藏化、藏风、藏行这四门功课，恰恰是对治这三毒的无上妙法。藏富对治的是贪，这里的贪不仅指贪婪财富，更指对财富的执着与炫耀欲。当你炫耀时，你的心是向外抓取的，渴望得到别人的羡慕和认可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的贪。你贪的是虚荣感。而当你学会藏富，意味着你开始放下对外在认可的依赖，新的焦点从向外求转向内守。你不再需要用物质来证明自己，你的安全感来自于内在的丰盈，而不是别人的眼光。这是从根本上斩断贪的根。藏化对治的是嗔。嗔是什么？是内心的不满、愤怒、怨恨以及一切形式的冲突能量。而闲言碎语、背后论人、抱怨指责，恰恰是嗔心最常见的表现形式。你每一次参与八卦，每一次口出恶言，都是在喂养你内在的嗔。而当你选择藏化，闭上那张喜欢评判和宣泄的嘴，你其实是在强制自己切断嗔心的能量供应。没有了语言的助燃，内心的那股无名火自然会慢慢熄灭。你开始学会沉默的观察，而不是冲动的反应。这是在釜底抽薪，化解嗔的力量。藏风与藏形共同对峙的是痴。痴即是愚痴。我知它最大的表现，就是那个无时无刻不在刷存在感的小我。小我最喜欢什么？就是被看见、被夸奖、被重视。它会驱使你怀才不遇，就要怒放；驱使你有了计划，就要宣告天下。这背后的逻辑是，如果没人知道我多牛，那我牛的还有什么意义？这就是痴。而藏风和藏形，就是直接戳破这个小我的幻梦。它让你明白，你的价值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掌声来确认。真正的力量
是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默默扎根积蓄，这是一种深刻的无我训练。当你不再急于证明自己，那个喧闹的小我就开始凋零，你的心才能真正安住于当下，去做真正有价值的事，而不是将生命浪费在表演和寻求关注上。所以你看，藏的修行根本不是消极避世，而是一场极其主动、极其深刻的内在革命。它要求你以巨大的觉知力和意志力，去对抗你生命中最顽固的习气贪、嗔、痴。这很难，但这是通往真正强大的唯一路径。当你通过藏的修炼，内心变得越来越沉静、厚重、笃定时，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，你不再需要去追，机会会自己来找你，你不再需要去说，懂你的人会自然被你吸引，你不再需要去斗，你的气场本身就足以化解一切敌意。这就是《道德经》所言，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当你真正把自己给藏好了，藏到那个无我的境界里，你就与道合一了。到那时，哪里还有什么劫能伤害到你呢？你已然身在劫中，却早已超越了劫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